古先生，给你道喜呀！啊，给你道喜呀！古先生，盐田收回来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钱是哪儿来的？哼，否则呢？否则，荐送进京，要你的脑袋。哎哎哎，看看，结实不结实？结实啊！啊，我呀还留着他多喝几年酒呢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啊！来呀，荐送进京。这我刚接到朝廷的旨意，调离两江啊。你这一路上呢，也不寂寞，我们相伴而行。臣押送钦犯刚刚离开两江地界，钦犯因在狱中染恶疾而死，已焚化其尸。在场多人可以作证。臣在两江任上，已得钦犯口供，并已查实，所谓巨额货款云云，都是街谈巷议、欺东野语，不足为凭。钦犯已死，臣看管有书，愿自领其罪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明日走陆路，派快马送入朝廷。大人，这样就可以了？这样是不是太儿戏了？朝廷红着眼睛要钱，岂非更加儿戏？不用怀疑，你已经死了。瑞林把你交给我的时候，你就是个尸体。他怎么来了？他自己要求的。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。我跟谁混也比你强。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。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。行了，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，你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。不然呢？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。为什么走？去哪儿啊？出去转转，在这片天底下待得太久了，想看点新的东西，学点新的东西。将来要是有机会，再回来吧。你自己保重吧。我明白，你爹娘的坟我会去帮你扫的。我还会跟你爹说你去了哪。好，你安排好。还是要回去种茶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。或者换个名字，继续做生意，是不是？
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。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。心灰意冷啦？也不是，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，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，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，在这片天空下，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。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儿吗？青山一发是中原，到他该出世的时候，自然会出来。财富如海，众生作舟。浮沉一世，无非是个过客，又何必太在意？你的中国朋友送来了礼物。小虎啊，经此一战，血溅轩辕，丧敌之胆。清廷大肆搜捕，你与朱同志能平安脱身，幸之。如今大清垂垂老矣，华夏之邦难以侧身于世界强国之力，非有大能力者，改换乾坤，令我4万万同胞除旧布新，自强自立，方可逃脱被分切宰割之命运。若神州入尘，文明尽丧，吾等九死亦不能赎也。听闻你为革命筹款，附赠支票1张。革命若不进，吾自当全力供应。来呀！来呀！
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。就是他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赌神菩萨第一灵，投机小鬼抬元宝，一只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7点，天门第一府，庄家第3府。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。啊，就是他。他是我们这有名的恶人。你输了，是个对子。什么对的不对的？你看清楚，这张牌是10点，这张牌是11点，是你输了。你赖个啥呢？你赖个！哎，点子大就赢，点子小就输，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？谁敢说不是？兄弟，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？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。规矩，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。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掰断你的指头。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，是你脑袋硬，还是我子弹硬？怎么？我是厦大，有种你就开枪，开！你猜我敢不敢？赌吗？我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诸位，帮庄还是帮闲？再不下注，我就扣班机了。2。哎，李家大少爷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。走！将军，什么都没搜到。一大笔钱，打算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吗？关外一草一木都是皇上家的，想做贼，把你们娘俩下油锅炸了都数不清这罪过。人呢？不知道，没见过钱。哎，徐官太，徐官太，他男人刚入土啊，给个面子。反了，都活腻了啊！给我听好了，不把钱交出来，整个屯子都别想好过。我还就真不信了，撬不开一张活人的嘴。忘了再走，回去慢慢问。上来！走！你们把这房子挖地3尺，那姓苏的坟也挖开看看有没有藏东西。走。
苏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，武兄，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。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，需要运到中原。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？买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要是论耐力，穿马、颠马都挺好。难道你要买的是军马？还不知尊驾是谁呢？我敢说，你敢听吗？这个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。这马要运到南边儿，坐海船，岂非越走越远？马运到南边，你是？我怎么？武先生怕了，可以先走。你是反贼，我是流民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顾兄，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？陆小姐能走了，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，帮他就帮你呢。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？只要出了城，其他事儿不用你管。行吧，那容我想想办法。等一下，辛苦古先生。苏小姐，你不怕他告密啊？要不是我给他开门，他早被打成筛子了。这个人是个聪明人。将军恭候万代，小明给您磕头了。天寒地冻的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受朋友之托，运点海盐回去。哪儿的人啊？回将军话，小明是山西平遥人。我听说山西之富全国第一，那儿的人放个屁都油裤裆。这点门包换到别人也就算了，你嘛，古平原去那么久，回来没有啊？刚刚回来。那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让他滚过来！这。将军，那小人告退。大人，你要逃到哪里去？我哪敢逃啊！我把苏家那娘们儿和小崽子都丢到地牢里了。像苏那死鬼，我都让人挖出来搜了几遍。这钱到底藏哪儿啊？这个事儿要着落在你头上啊，这个我去谈。只不过他男人命都搭进去了，这抽水方面该怎么抽啊？年前我要跑一趟吉林，孝敬上面得多多的备银子。给你3天，事儿办不下来，明年让你上山抓黑瞎子去。是。刚刚来那老西子，你到他住的地方去，再给我抠出几百两银子，要不然那海盐一个粒儿都别想拿走。是。
给我弄点茶来。老爹，您说这天越来越冷啊，咱们在这待了2、3天了，哎呀，也是有点闲。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那个姓徐的官儿啊，简直就是棺材里伸手，死要钱。顾先生说送200、300两，我想着早点能办下来，就多加了100两。他反倒不干了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咱再加100两啊？不行，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跟天灯油似的，一会儿100两，一会儿100两。他反倒不肯放我们走了。这事儿是我办的冒失了，只能等等了。等顾先生过来，我再向他请教。爹，那个古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进城的时候见过他一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很威风的。上一次他来同我讲烧灶的事情，我就想起来了。你呀，怎么什么都记得住了？你倒是应该好好想想，你是个女娃娃，别到处抢着跟人说话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我去看看吧，天实在太冷了，加一次料可能不够。我回屋睡觉了，爹。哎，你给我续上水再走啊！您不说，我哪敢给您续呀？弄得我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没大没小讨人厌。闺女，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？宁古塔，不是流犯，谁会待在这儿啊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咱们呀，老老实实的把事儿办完，回家过年。东打听西打听干嘛？爹，那你说那个古先生是不是大盗，杀人如麻，吃人心肝什么的？山大王，你是听书听多了。那你打听打听呗。我这燃眉之急的事还解决不了呢，哪顾得上打听这无聊的事儿？睡觉去。大嫂，苏大哥的尸首我找回来了，已经埋上了。你放心，等开了春，找人好好修一下墓地，再找个石匠，给他雕块好碑。谢谢你的好意啊，顾先生。那姓徐的官大对我讲，说了事情，将来给孩子补一个骑兵的位置，给我在城里找套房子。你答应他了？老虎跟你商量，只吃你的胳膊，留着你的腿，你能信啊？他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渣子都咬碎了吞。大嫂果然有见识，他还限了日子。今天饭店，我会尽快救你们出来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顾兄弟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把孩子带走，我求你了。娘，我求你了。我哪儿也不走，你别，我就在家身边，就在家身边。我给你看好了，顾先生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把孩子。
四爷，嘿，顾先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，请。你是江洋大盗啊，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？净说孩子话，请让他出去。哎，顾先生，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宝啊？我寻思着着急回家，就给了400两。可是徐官带非说山西富甲天下，这个钱不够。给的越多，只会越麻烦，只能让他觉得你越有钱。你明白的告诉我，你若帮忙，需要多少钱？莫怪。这样，过3天，我把盖了城防大印的眼影子给你送过来。至于钱嘛，我在宁古塔，要钱也没有。不过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爷你帮忙，过些日子告诉你。顾先生，你若能帮小老儿度过这一难关，日后但有吩咐，必尽全力。顾大哥，怎么，四爷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四爷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倒是我想打听个事儿，成不成啊？啊，你问。你流放多久啊？过了这个春节第5个年头。哎，我听说这都是大盗反贼，你怎么也不像？我就是大盗反贼。我之前杀了很多人，所到之处，鸡犬不留。我不仅杀他们，我还抽他们的筋，喝他们的血。吹牛吧你！你从头到脚就是个书生。我要是大盗反贼就好了，一刀抹了我，省得我在这里不人不鬼的熬着。哎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这鬼地方，以后能不来别来了。哎，你当我害怕吗？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药材，春天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狼群，我们睡觉都要点着火把自己围上，我也没怕过。这野物固然凶残，却比人强上许多。这天底下最歹毒的就是人性。年纪轻轻，说话像个老头子。我有吗？你是犯什么罪来的？哎，不高兴可以不说啊。说也无妨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就是考状元。是考状元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，说我娘在家中重病了。你说我哪还有心思再考下去？匆匆交了试卷，准备出去，但科场有科场的规矩，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。他们呢，就说我咆哮科场，把我抓起来，流放到这里了。那你是被人害了？后来我也托人打听了，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了。很明显就是有人在科场诬陷我。这5年来，我朝思暮想，却还是没有头绪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死丫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来了。哎，我还要再问一句，这5年吃了不少苦吧？哎，比起别人算不错了。刚来的那一年，在海盐厂干的，双眼几乎瞎了。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，帮我调理，这些年慢慢康复了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不问了。我爹呀说的对，我呀就是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戳人脊梁骨。你不许生气啊！哎，你几时回到中原？到山西来找我们？
这些俄国人，枪炮造的当真好。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，岂不是大发利市？眼下南方战事吃紧，连买枪炮都难，更别提造枪造炮。说到底，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。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。我当然怕呀。幸好我来之前，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，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，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。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，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，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？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，全靠我护着。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，你说他胆子小，哼，商人见了钱，胆子比天还大。哎，你那朋友该到了吧？苏小姐在吗？古兄，进来吧。进来，进来。坐。有主意了？啊，主意倒是有了，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。你讲，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，只是出了城以后，你打算怎么走？我自然有办法。这可不行，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。你这300匹战马，出了城以后，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还带着个孩子，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古兄，我看你这就是害怕。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，死我倒不怕，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，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。你得让我信你。给他。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，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。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，下山东，坐船回南。如此便好。古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，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。我不做反贼，这2个字很吓人吗？你宁可在这当奴才，也不肯为我效力。人各有志嘛。古兄，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，谁敢收留你？谁敢保你？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，想做买卖，你连个籍贯都没有。你现在这样，你敢回家吗？天地之大，无处存身。这话见得明白。回到中原做个黑人，担惊受怕的活着，值吗？实不相瞒，高堂老母体弱多病，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怕是都没办法见她最后一面了。当年我在考场受辱，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。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？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，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好，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。一点见面礼，留着防身。哎，李清少爷，你还未成亲吧？那自然是没有。那便好，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，不成个亲再回去，太可惜了。
你这说什么酒话？妙计呀！来，随我进城，给你挑个好的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不是你五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，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？不是，哎，这非得是我。 姑娘们冷静啊，听我说，这是京城五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。昨天晚上，他得了一梦，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，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。这一大早啊，肥猪就拱门了。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你想没收我呢？哎呀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都给我下去。姑娘，您能不能先下来？我不下去。昭君姐姐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梳洗打扮好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。我就不下去。 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捡着了。我这一走啊，这宁古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。差不多吧。李大少爷，我去布置洞房，少赔。回去。哎，我把卖身契还他。回去。 多谢二位。你快起来。哎呦，我死了，算了。温柔乡啊，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。 滚蛋！新娘子出来了！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，京城五省连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，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，凡是去的都有赏银，4个碟子8个碗的流水席啊，酒随便喝。我刚回来，我现在进去陪他喝酒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一喝多了就倒了。你看你要不要啊？ 大人，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，用不着等到明年春天，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。大人息怒啊，怎么生这么大气啊？交代你2件事，你办了没有？说。回禀大人，您交代我的2件事，
我都办妥了。钱呢？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，他们说大人只要5万两银子，很仁慈了。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，就算是10万两，也愿意乖乖的呈上了。你答应的？啊？真的把他俩放了？你还有几年刑期啊？还有10年。你把银票骗出来，我给你减5年。当真？像那对母子一样，放我回中原？你活着回去。懂了，大人。那你好好喝着，这壶酒下去之前，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。他信你，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。我们宁国坛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贪，贪财，更贪命，每个人都想逃出去，可怜可惜。顾兄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想不想回去？这对母子我就定了。兴许我忍了5年，就为了这一天，惠氏被人陷害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哭啊？有话说。这样，不许喊。我一条贱命，大不了咱俩一起死。顾兄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钱不要了。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，逼死了那么多人命。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，只找我一个人，记住了吗？辛苦的，行。宁国坛200多年，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，你逃不掉。咱俩再见面的时候，老子把你劈吧！孩子，兄弟们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烟我都验好了。好，好了，准备回家。少手回家了。上马。快！你说只带2个人走，母子俩都得带走，
留下谁也活不了。剁稀碎！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同志，一路下去便是疗养，咱们就此作别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若在一起，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。顾兄，李公子，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，咱们中原再见吧。李兄，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妥当了。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，买个身份，让孩子当个学徒。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，还怕再多这2个？顾兄，我应了你。别走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徐管带要追上来，你能护着他吗？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。一报还一报，这俩人我带走，可把情分还完了。要护他，除非跟我回南。先走一步。哎，苏小姐，顾先生，等一下。刚来宁古塔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，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，也不堪压起来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？听天由命吧。你要答应跟我回南，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。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，但若是做了反贼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苏小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心领了，咱俩的账清了。将军，有人看见姓古的往庄稼山方向跑了，还想逃？在一个书生跑不快，都给老子加把劲儿！我非把这个狗东西碾碎了不可！走！
带着箭头能跑多远？有，东西牢都仔细了，不许你，都别动！刚给你报了钱，狼牙剑上有刀刺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是。我爹说你不能喝水，来，吸点湿气舒服一下。我怎么在这里呀？元儿，你出去看着。我兄弟，你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帮长思渡过这一难关，亲手小老儿一拜。我们呀，本来在双架山外路口等你，可是玉儿非要去山下接你，幸亏听了她的话，不然咱们就错过了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！这大雪天，半个时辰你就冻成冰棍了。四爷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追上来发现了，不光是你，连同你下面那票伙计，都会被我连累。我长死行走江湖一辈子，别说是恩人，就是萍水相逢，我也不能生在路上。你放心，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，一步不停，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嵩山，他们应该追不上了。他们骑兵精良，就算咱们早走一夜，不出2个时辰，他们也赶得上来。在这雪地里，车辙的痕迹抹不去。撤！别动，四爷，我有个办法，可以死里逃生。哎，后头的跟啊，快点儿！跪起来！徐大人，徐大人，有何指示？徐大人，滚开！里边，让开！
小偷，车上是什么呢？大鱼。盐呢？没有盐啊。对吧？是不是你们勾结好了，要帮着刘人出逃啊？哎呦，小老儿一辈子坏的东西不吃，犯法的事儿不干，跑江湖的人就怕惹官非啊！哎呦，谁敢帮这个忙啊？小人说的都是实话。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！2条腿能跑过4条腿？咱们这一路过来就没见过旁人。你在车里。是，大人。知道藏你刘人的后果。小人有几颗脑袋，敢干这种事儿啊！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人，本来说好今天要去吉林的，要不等您回来以后再细细的。都上马！老东西，这人要是找不到，我就着落在你身上。别以为你躲得开。小人说的是实话。孩子，赶紧上车，抓紧赶路。别记点事儿。孩子，到前面山头，给我看着。如果那帮人再回来，赶紧发信号，惊喜着点儿，咱们保不齐先。好嘞。四爷，稳妥起见，让装满盐的车先走。兄弟们，把做饭的家伙事拿出来，凿开地面，往那3辆车里灌。把你们吃的面饼泡了香油，撕碎了放在筐里，系上绳子放在水里，半个时辰以后提起来，抓了鱼装车里。这里地势一马平川，藏不住人，只能冒险一试了。怎么样？骗过去了吗？我交代的东西送出去了吗？你放心，没问题。走。野影子已经盖了城防大营，另外还有一事，需四爷帮忙。门外有一包账本，急速派人送至吉林将军府，救命良方，越快越好。
作快点！箱子往轻点放，往结实。什么鸡毛狗叫的，说！标下给大人请安。标下未能城外迎接，死罪。标下耽误了一日，本想今天一早就去吉林请安。这是什么？是孝典将军的毛皮，这些虎皮是属下亲自挑选，都是一箭胜穿双眼，皮子一丝一毫都未伤到。这是什么？参酒，里面都是野山参，标下选了最好的参炮了，给将军大人滋补身体。还有吗？里边还有。收获真不错，把东西给他，看上面的账目对不对？怎么，自己的东西不认得了？将军大人，这是那些犯人污蔑在下的，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。标下对将军忠心不二。送账本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单子，上面说你贪赃枉法。你把朝廷犯人当作自己的家奴，予取予夺，草菅人命。说，我不管，他就要送往京城。这个古平原可是你的手下，所以麻烦你老兄摘掉帽子，让我好好查一查。将军大人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儿。标下是朝廷命官，大人不能提起流犯的话。单子上还说，你给南方反贼提供战马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，连我都得被连累上。这事儿有吗？没有。吉林将军令：灵谷塔四平管带徐三，贪婪成性，勾结反贼，满汉同时，我取上古时，不兴安场有意。灵谷塔四平管带徐三，贪婪成性。哎，兄弟，荀子17号吗？怎么走？哎，你老兄可不要乱走啊，让巡场看见就麻烦了啊！我从会址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憋的就剩下一口气了，托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辛苦，上平下云。嘘，巡场的来了。哎。我从会址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憋的就剩下一口气了，托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辛苦，上平下云。我是古平原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。考场之内禁止说话。刚才有人找我吗？走。我是古平原。科场之内，这里都是局子，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？家中老母病重，我心如刀绞，学生要交卷，这一科我不考了。查，徽州生员古平原咆哮科场，辱骂上官，犯大不敬律。着，杖50，
流放宁古塔15年。走走。 你这个傻子，你被人害了。可我听你真真切切，他娘比你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年纪轻轻的被流放15年了，你可惜了吗？这谁要害他？刚多大了，他啷个这事？谁说不是了？你哭什么？ 谁哭啊？先擦还来得及。你把我们都吓坏了，一直说胡话，一会儿喊打，一会儿喊杀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。哥。